欢迎观看《中华上下5000年》，我将为您在这里讲述古今大小事宜及人物历史。接下来，我将为大家讲述今天的故事。苏轼可以说是大宋第一美食博主，虽然他人生一直被贬，但他却一直在吃。而且据不完全统计，他的诗词中大约有1000多首都与饮食有关，甚至在历史上大概有66道菜都因他而生。然而，让他成为吃货的这一切原因，竟然是因为他很穷。比如我们熟知的东坡肉，当时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，成为了黄州团连副使。这个职位实际上是一个很低级的副职，且并不享有实际的俸禄。用大白话来说，就是类似于今天的县武装部副部长还停薪留职的状态。苏轼为了维持生计，不得不精打细算，甚至据说每日生活费都不能超过150文钱。这150文钱大约相当于现在的75元。但是苏轼又是一个无肉不欢的人，比如他写的那首《于前僧绿云轩》：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。所以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，苏轼只好选择吃当地便宜的黄猪肉。据记载，当时北宋是以羊肉为主，但是羊肉大概500-600文一斤，而猪肉才80多文一斤。所以后来苏轼的小妾王昭云为了给他解馋，于是就买回一些半肥半瘦的猪肉，精心烧制。苏轼品尝后，对王昭云烧肉的手艺赞不绝口，从此名扬天下的东坡肉就此诞生。而且苏轼还把这个做法写成了一首诗，叫做《猪肉颂》：黄州好猪肉，价贱如粪土，富者不肯吃，贫者不解煮，慢着火，少着水，火候足时它自美，每日早来打一碗，饱得自家君莫管。据说这首诗就是苏轼的食谱。而且苏轼对美食的追求还在于他能结合非常普通易得的材料，对美食进行改进，使美食更美。据说他被贬官杭州时，他看到杭州盛产竹子，竟然把竹笋与猪肉联系起来，发明了一道新菜——竹笋焖猪肉。后来他又降至惠州，惠州虽是偏远蛮荒之地，但各种野菜却遍地都是，尤其梅菜最多。他发现腌制后的梅菜蒸肉肥而不腻，肉香味美，于是他又创造出了一道梅菜扣肉。甚至我们现在经常吃的羊蝎子，也是苏轼在惠州发明的。我们在前面说到，北宋以羊肉为主，苏轼到了惠州之后，因为他是被贬斥的罪官，所以他非常穷，不敢与当地权贵争抢好的羊肉。但是贫穷也无法阻止一个吃货追求美食的心，于是他买通了杀羊的屠夫，嘱咐屠夫给他留下一般没人要的羊脊骨，因为在羊脊骨的骨头之间还能找到一点羊肉。取回家后，苏轼先将羊脊骨彻底煮透，再用酒浇在骨头上，撒盐少许，用火烘烤，等待骨肉微焦，便可食用。苏轼大概3-5天便吃一次羊脊骨，并在信中调侃自己的弟弟苏辙，说道：“你生活这么优渥，多年公款吃喝，经常吃好羊肉，都把牙齿吃陷进去了，也碰不到羊骨头，怎么能明白这种美味呢？”而且还在信尾幽默地说，这种吃法是不错，只是每次自己把骨头上的肉吃光了，围绕在身边的几只狗都很不开心。后来苏轼又把这种烹饪技巧交给了同样穷的叮当下的韩宗儒，于是羊蝎子的吃法就这么慢慢地流传了下来。苏轼除了猪肉、羊肉外，还喜欢吃各种鱼，其中最爱吃的就是河豚。比如他在《会从春江晚景》一诗中写道：“竹外桃花3两枝，春江水暖鸭先知，北蒿满地芦芽短，正是河豚欲上时。”我们都知道河豚有毒，如果处理不当，吃起来恐有性命之忧。苏东坡作为顶尖吃货，就有过冒死吃河豚的经历。当时苏轼在常州任职，有一位擅长烹饪的朋友请他吃河豚。当河豚做好以后，朋友的妻儿们却躲在屏风后偷窥，一来是想看看苏轼敢不敢吃，二来如果吃了，希望听到他的品评。结果偷看了半天，却见苏轼一句话都不说。当他们大失所望之际，却见苏轼把筷子一放，忽然大声赞叹道：“能够吃到如此美味，就算死也满足了。”面对美味佳肴，苏轼真的连性命都不顾了。然而提到喜欢吃鱼，除了苏轼以外，我们的诗圣杜甫也喜欢吃鱼，而且是喜欢吃生鱼片。比如杜甫写的那一句“先寄银丝敛，
香芹必见羹，这就是一种以新鲜的鲫鱼制成的生鱼片，色香味俱佳。据说川菜中那道著名的五柳鱼也是杜甫发明的，但是要比起吃，估计史上没有几个人能比得过苏轼。苏轼就曾因为得了痔疮，还研究出了一道美食。话说苏轼本就喜欢吃肉，再加上他是湿热体质易上火，因此在油腻食物和体质不佳的双重攻击下，终于患上了痔疮。为了调理痔疮，苏轼就把茯苓这味药材做成了美食。他把黑芝麻和茯苓研磨成粉，和白面一起做成外皮，再以黑芝麻拌蜂蜜为馅，做成了夹心饼，这就是东坡茯苓饼。茯苓不仅能增强脾胃的消化吸收能力，调节胃肠功能，缓解消化不良，而且还能清热解毒，增强免疫力。只能说苏轼不仅是个美食家，还是一个养生家。后来苏轼又被贬到了更加偏远的海南，可惜这里没有肉，他馋得要死，于是就听取群众建议，抓了许多果子狸和蝙蝠，以及蜜鸡，也就是刚出生的老鼠，而且就连蛤蟆这种东西他也没有放过。这些都写在了他那篇《文子游授》中。土人顿顿食鼠芋泥，建议熏鼠烧蝙蝠，初闻蜜鸡常呕吐，烧尽蛤蟆原习俗。大概意思就是这里的土著日常饮食以鼠类和芋类为主食，除了这些主食外，他们还会推荐一些特别的野味给外来人，比如经过熏制的老鼠和烧烤的蝙蝠。苏轼刚吃蜜鸡的时候非常不适应，经常呕吐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能接受了，而且还试着吃蛤蟆。只能说苏轼真正的诠释了什么叫做一个合格的美食家。而且苏轼也在这里创造了一道海鲜美食，叫做酒煮生蚝。这件事被记载在他给儿子苏过的一封家书里。当时苏轼在心中得意洋洋地写道：冬至前2日，海蛮献号，剖之得数生肉，与姜入水，与酒并煮，食之甚美，谓之有也。大概意思就是冬至前2天，当地人送来了生蚝，我把这些生蚝剥出来挤成肉，然后带着姜放到水里，加入了酒一起煮熟，那吃起来非常的美味。我以前从未吃到过这样的美食，而且这只是吃法1，还有吃法2，取其大者，炙熟，正耳淡嚼，又易煮者。意思就是把个头大的挑出来烤熟了吃，比煮着吃还要美味呢。然而这还不算重点，接下来这封信的高潮来了。每届过子慎勿说，恐北方君子闻之，争欲为东坡所为，求者海南，分我此美也。大意就是苏轼在信的最后对儿子千叮咛万嘱咐，你可千万不要把生蚝的事情说出去，要是这个秘密被知道了，恐怕的一些北方人听说这里有这么好吃的东西，就该学我求着皇帝把他们贬到海南来了。苏轼这是硬生生的把流放之路改造成了美食发现之旅。然而这样的胡吃海塞最终让苏轼患了红眼病，医生告诉他不要吃辛辣，少吃油腻，尤其是肉。但是苏轼却说：余患赤目，或言不可食快，余欲听之，而口不可。大概意思就是我本来想听从他的劝告，可是我的嘴巴不同意。可见苏轼对美食有多么的热爱。难怪有人调侃说苏轼是一个被政治和文学耽误的美食家。但是苏轼这个乐观豁达的本事，他不是什么人都能学得来的。很多人都会向往遥不可及的诗和远方，而对现实生活则满是牢骚和抱怨。可是看看苏东坡，即便身处蛮荒，事业受挫，却依然能够发现身边的美好。愿我们遇到挫折，都能像苏轼一般一笑而起，渺海阔尔天高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历史，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